3月26日，洪都拉斯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好，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哪些邦交国呢？下一个断交的又会是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硕果仅存的中华民国邦交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目前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总共有13个，在中美洲的贝里斯、瓜地马拉，南美洲的巴拉圭，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及格雷纳丁，欧洲的教廷，非洲的史瓦蒂尼，以及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诺鲁、帛琉、图瓦鲁。邦交国的名单可以这么快速的念完，还真的让人蛮难过的。而更难过的是呢，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友邦不但小，还整天跟我们要钱。这些靠撒钱租来的邦交国根本毫无忠诚可言，找中国花更多的钱买，他们随时都会走。这印象是真的吗？今天我们将会介绍这些愿意跟我们建交的稀有国家，来看看谁可能会是下一个变心的伙伴，谁又会在中国的施压下依旧对我们不离不弃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应该有很多喜欢旅行的人都很想要挂一幅世界地图在家里，但是要找到一幅适合的世界地图真的不太容易哦。有些是尺寸太小，有些是不够精致，还有一些则是连台湾都没有好好标出来。但这次由乌克兰的木质手作品牌 Enjoy the Wood 推出的画框式原木世界地图，就一次解决了上述的困扰。它不只通过木头制作出了立体又精致的世界地图，在款式上面也有很多选择，像是雕刻版的2色就保留了原木的天然纹理，而全彩版的3色呢，则是透过数位印刷，更细节的标出了首都的名称以及国界内的河流与湖泊。而且我觉得更贴心的是 ，Enjoy the Wood 还提供了3款配件选购，让大家随时都能够追溯旅游的回忆或规划下一次冒险。目前在嘖的预购直到4月13，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点击下面的资讯栏连结，一起来看看画框式木质世界地图吧。而且现在使用志奇77的独家优惠码小小77，还可以再折扣300元哦。瓜地马拉跟贝里斯是我们在中美洲的邦交国，而这2个国家是隔壁邻居，以农业还有旅游业为主。瓜地马拉有超过1半的人口种植咖啡啊、糖还有香蕉，以玛雅文明的古迹跟火山地形吸引游客。贝里斯呢，则有1半的出口额度是来自于它的农产品。同时珊瑚礁岛跟清澈的海域也吸引了不少潜水爱好者。不过这2国的经济状况其实都不太理想，除了人均收入在拉丁美洲排名倒数之外呢，基础建设也十分不足，许多路面坑坑巴巴交通环境恶劣，有3%的瓜地马拉人无法稳定用电，而贝里斯呢，则拉丁美洲电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加上疫情影响旅游业收入锐减，这些因素都使他们非常仰赖国外的援助。那中国为了减少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近几年呢，正用金援啊、借款、贸易协议等等的方式拉拢中南美洲国家，目前已经让巴拿马、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纷纷倒戈。所以许多人推测如果中国未来提供更多的金援，瓜地马拉跟贝里斯就可能会选择跟我们断交。不过有专家指出，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其实不是瓜地马拉跟贝里斯，因为在南美洲呢，我们与巴拉圭的友谊正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巴拉圭位于南美洲的中心，以农业还有轻工业为主，而其中牛肉是他们比较知名的出口商品。像是我们目前进口的牛肉来源，除了美国，最多的就是巴拉圭。那从建交以来呢，巴拉圭跟我们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例如这次断交事件当天呢，巴拉圭外交部就发出了声明，跟中华民国的关系稳定。不过我们与巴拉圭的友谊可能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乐观。首先是巴拉圭的政治局势可能改变，目前巴拉圭的在野党主张如果当选就要跟中华民国断交，而现在在野党的民调呢，只落后了2个百分点。第2个威胁呢，则是经济上面的施压。巴拉圭目前跟巴西啊、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共同组成南方共同市场这个地区经贸组织。而近期呢，巴西总统拜访中国，可能会代表南方共同市场跟中国商讨经贸协议。不少学者认为一旦经贸协议达成，中国很可能会透过巴西等等的国家以经济的利益为要挟，向巴拉圭施压。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就算交情很好，也很难扛得住国内外的压力。所以巴拉圭也被视为是即将与我们断交的热门人选。那除了中南美洲之外呢，其实我们在美洲还有几个名字比较难念的邦交国。那现在就让我们把视角往旁边移一点点，来到加勒比海。中华民国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有圣克里斯多福以及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跟格瑞纳丁、海地这4个国家。那可能有人好奇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名字都是圣开头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岛屿最早都是被欧洲人发现或统治，他们常常呢会以圣徒啊或是神祇的名字呢来为这些地方命名。而海地之所以不是圣字辈则是因为呢他们在被法国殖民的期间发动了武力革命，推翻了殖民政府，才从原本的法属圣多明哥变成了海地。那以上
让这4个国家呢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稳定的状况之下会跟我们保持邦交关系。但政治稳定的条件似乎并不适用于海地。海地在独立后的100年间换了90个领导者，再加上严重的这个贫困问题，85% 的区域没有电，还经常发生天灾，需要援助的金额呢根本是无底洞。所以有专家预估如果海地的经济跟政治状况持续的恶化，也有可能会突然的改变立场，迅速的与我们断交。不过在要不要断交的问题上面呢，并不是所有国家考虑都是钱，像是我们在欧洲的邦交国教廷就有着非常特别的考量。教廷是我们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虽然大家一般称呼它为梵蒂冈，但准确来说呢，梵蒂冈只是城市的名字，真正跟我们建交发护照的单位还是教廷。那教廷会跟我们断交吗？这是个讨论了70年的老话题。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人口庞大，如果能够让中国人成为信徒，就能够让天主教更蓬勃的发展。而此外呢，在中国有很多的地下教徒必须偷偷摸摸的聚会，甚至会受到迫害。因此就有人认为教廷很可能会以跟我们断交为筹码，换取中国放宽对于天主教的限制，增加信徒的同时，也能够拯救在中国的信徒。不过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对于宗教一向很敏感，不太可能对于教廷让步，放任天主教自由发展。那这两边到底是谁说的对，还真的很难说。因为不管是面对中国的施压，还是我们与教廷的外交对谈，教廷都很少对此正面表态。而相比于教廷的暧昧态度，有些国家就算面对中国施压，仍然呢会依然的力挺到底。例如我们在非洲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史瓦蒂尼是我们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也是世界上面少数的君主专制国家，由现任国王恩史瓦3世统治，跟我们的关系十分良好。史瓦蒂尼的国王来过台湾18次，有许多的皇室成员在台湾读过书，甚至前几年当国王罹患了 COVID-19 的时候，我们还派了医疗团队专门前往帮忙。那关于台湾与史瓦蒂尼的故事，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这边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那回到正题作为非洲唯一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史瓦蒂尼在跟我们密切来往的同时，受到了中国的不少打压。例如，中国曾经公开放话，没有外交关系就无商业利益，拒绝签证间接限制史瓦蒂尼的货品呢出口到中国。但是对于这些打压，史瓦蒂尼并没有动摇。国王恩史瓦3世呢，甚至曾经表示，两国的友谊呢是至死不渝。那除了史瓦蒂尼之外呢，我们另外一批坚定的好朋友，则是位于太平洋的岛国们。中华民国在太平洋有4个邦交国，分别是马绍尔群岛、帛琉共和国、图瓦鲁国、诺鲁共和国。这4个国家除了诺鲁之外呢，都跟我们有深厚的交情，曾经在中国的打压下不畏艰难，继续的跟我们保持邦交。以帛琉为例中国曾经在2018年禁止公民前往帛琉旅游，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帛琉政府仍然坚定站在我们这边，他们表示呢，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跟台湾有更多的共同点。帛琉之所以这么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面亲美日之外呢，我们派驻的农业跟医疗团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帛琉记者曾经说过，每个帛琉人都有一个跟台湾有关的故事，说明了帛琉人跟我们的感情。而马绍尔群岛跟图瓦鲁更是我们在联合国的铁票，曾经多次的为我们发声，努力的推动我们加入各类的世界组织。不过太平洋的邦交国也不是都跟我们有坚定的情谊，像是诺鲁共和国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例子。诺鲁共和国是大洋洲最小的国家特别喜欢跟一些不被承认的国家建交，例如阿布哈兹共和国，还有这个南奥塞提亚，他们都处于争议的领土，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给承认。透过与我们建交呢，诺鲁成功的拿到了5000万美元。但是诺鲁对于邦交国的忠诚度其实非常的薄弱，例如诺鲁曾经跟摩洛哥的争议领土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建交，但是呢，在摩洛哥表示愿意提供投资款项之后，诺鲁就迅速的与该国断交。这种超容易被收买的特性呢，也让诺鲁成为了不少人心中下一个断交的热门人选。这次断交的新闻一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跟很多人一样感觉好像很麻痹。毕竟从小呢就常常听到谁谁谁不要我们，又转投中国的怀抱，所以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呢就越来越放飞自我。那与其说是生气，更像是用一种很疏离的角度去看说，下一个是谁？或者是呢趁着断交多认识一个国家，然后认识了又会说这么穷断了没差啦。不过如果仔细想想，会觉得邦交国断交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法理上面少了一个能够帮忙发声的朋友。明明是很悲伤的事情，但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复
杂呢？我们觉得这代表我们虽然很希望自己被认同、被看到，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对方认同的是我们的价值啊，或是人格，而不是我们的金钱跟资源。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差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或组织因为认同我们的价值，会透过各种方式声援台湾。例如欧洲议会表示支持台湾的民主跟自由，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澳洲啊还有加拿大也有议员呼吁政府要与台湾建交。但也有人会说，那些都只是讲讲啦，没有实际的法理约束，这些声援很可能都只是空口白话。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国家都只能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挑一个来承认谁才是正统。那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市场规模跟国际影响力就算是再怎么认同民主价值的国家，也都很难会愿意去承受在政治上面直接跟中国唱反调的风险。面对这样子的困境呢，有的人会认为不然我们就改掉啊，把中华民国换成台湾，不要自称正统中国不就好了吗？但我们认为不管换什么名字，中国的压力一样都在，因为他们要的并不只是拿下正统中国，而是复兴中华，拿下台湾。另外，改国号或者直接独立建国的门槛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以现况来说，很多人就算呢想要直接改叫台湾，也会因为怕激怒中国而投下反对票。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外交问题之所以这么的难解，并不是因为它关系到各国之间的拳头或利益，对内呢也跟我们对自我认同的想法啊、意识形态凝聚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当中的每一项都是非常浩大的工程。那在这么混沌的局势当中，一般民众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没有用，所以可能就干脆放飞。不过我们自己是觉得也不能够就这样子完全放弃外交啦，因为外交的意义除了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或者是让别人认同价值这种很高大上的东西之外，其实也跟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一般民众的观光旅游各层面都息息相关。像是我们今天去日本可以免签，其实就是两边的民间都有维持长期的正向交流，并搭配外交人员们不断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所以虽然这个结论听起来超级无敌老调但我们还是要说德不孤必有邻，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努力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对于我们未来的外交方针，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呢？慢慢的摆脱一中框架，让其他国家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台湾互动，而不是什么正统中国。必先维持现状吧，维护中华民国，尽可能的保住剩下的邦交国，然后跟其他大国保持良好的互动。所以这些选择都太困难不知道选哪个，听天由命吧。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邦交国还有哪些。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那些跟我们断交的国家以及中华民国的独裁好朋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